的12家吧，是新生带领学生行业社区，为提供带来新嘅改变。所以来，我会带领大家来了解。宜兰冬天太好，预算同中山休闲农业期合作，还要同冬天嘅农民交流互动。另外又有内地成果，同采地互动嘅高强度，是为提供带来乜嘅新嘅方向。學生感謝好多行卡多，介紹天然記者吳志軍喺面頂嘅鏡頭來去看。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甜派皮，派皮有分甜的跟鹹的派皮，那我們這個是所謂的甜派皮那我們先給它拌勻。蘇新呢嘅先生帶定有啲學生嘅做有茶用呢嘅點心，用宜蘭當地嘅茶粉結合西式嘅點心，會發展出用為嘅好味鮮咯。楊義先生每特別邀請採地嘅茶農，同好高同學生嘅分享茶嘅特色同風味。那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因為其實茶葉有很多特性，例如說可能茶葉有所謂的茶香跟茶韻型的。那今天用的是綠茶。除咗分享茶嘅風味，茶農每同茶粉嘅使用特性同學生嘅順味。然後另外，其實茶粉它還有一個特性是我們發現的。老師你在用，有沒有發現茶粉加比較多吸水？對，它吸水性比較強。但是我們利用宜蘭在地的好茶在裡面，它是可以跟它連接在一起。因為做烘焙的話，假如說我們用淡奶的部分在裡面應用的話，它常常會給這個茶的這個主要的韻味給它拉掉這樣子。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就是全素的烘焙，去讓這個茶在這個產品裡面更凸顯這個茶的風味。然後進來跟學生做互動，也是因為其實我們對我們自己物產最了解，所以我們可以把一些我們在一個地方它產生可能那樣的狀態的風味，或者是可能那樣的一個變因，然後分享給學生。然後他透過世文老師的專業技術，或者是這邊所有老師的加工專業技術，由他們的專業技術來跟這些變因來產生一些結合，提出一些可能性的結合工藝一個工法。它的茶粉吸水性的問題會比較強，所以當你加茶粉進去的時候，你要發現我們的面皮的部分，它的粉量要減少。課程會引導學生嘅實際操作，兩日會做3種無共用類型嘅茶點心，無共用嘅品項會注意嘅詳細嘅優點未無共用。那我們今天主要使用的3種茶粉那我們紅茶主要是搭配這個餅皮去做一個太妃糖的一個堅果塔。那我們給這個茶粉融入在我們這個餅皮裡面，讓它吃在咀嚼的過程中的這個茶的這個香氣，紅茶的風味，那可以去解除一些我們堅果它裡面油脂的這個油膩的感覺。綠茶它的顏色本身就很漂亮，所以可以讓我們的點心做更多在顏色上面的變換，然後也可以讓我們學習到，就是說讓我們了解到茶，因為其實茶這方面它在食材方面的開發其實還是算比較少，所以就可以讓我們學習到更多，可以怎麼樣把茶融入到食品當中。主題茶農分享經驗，先生會安排學生嘅到茶園做體驗，經過茶農同學生嘅經互動同交流，會發展出用藝嘅新創意咯，又會有用藝嘅好見咯。我們直接透過討論的過程中，那我們再去討論這個，就是在加工的製程，可能它有一些限制。那我們也可以反饋到給小農說，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讓它可以就是這個東西它的保存，還有未來它的銷售的狀況可以更好。而且它已經吸收進去了，轉化出來的一個概念，所以這其實讓學生不管是進到我們來這邊分享，或進到產地，這對他們講都很重要，因為他們會產生一個對在地的鏈接，對在地的印象，然後最後產生一個最後的一個新的教育創生。一條開發出嚟嘅產品，唔但將會喺未來當地嘅特色屬性以外，按用嘅交流連結，每本遇到學校嘅為是學生嘅，會有無共用嘅想法。冇聽錯，台灣茶未做地大本教學，唔到啲嘅推廣到工體，甚至係其他國家去。首先，在馬來西亞很少見用茶入菜，然後來到台灣短短3個月就接觸了好幾次，然後
也那天去的茶园也是了解了那个茶的制作过程啊什么的，然后也发现原来茶有很多用途，可以提取它的颜色啊，入菜的话可能可以沙拉，可以酱汁，都很多种用法，就才发现到原来茶叶有这么多种用法。我目前是打算就是往食品这方面去走，那之后可能也会，因为其实茶点如果是要做一些菜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更多的创新。那目前就是在点心烘焙这方面会比较好融入进去，所以我也会觉得可以把茶融入到点心里面去。老师给了我们很多思想，很多创意，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慢慢延伸出不同的产物，然后导致我们未来会是一个有目标、有方向的一个前进空间这样子。一百计劃聽說嘅天氣係中山有限農業區，就地東山河嘅總結，面積大概係806公頃安法，20幾米大概有80人戶，主要係種茶和個文旦柚。古所計劃就用宜蘭在地嘅文化同創新做連結。我們學校很重視所謂宜蘭在地嘛，就是宜蘭的一種文化創生。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學校本身的一個特色，我們佛教還有身心靈健康，就是我們強調的一個特色。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就是很特殊的，我們學校有蔬食健康產業學系，這也是我們在強調。那當然，現在很強調叫做數位人文，我們會用這幾個面向去培育我們學校的這些老師團隊做這樣的一個計劃。一百茶產業計劃係用產業連結同經濟永續來做核心，發展嘅4項計劃，包含嚟培育跨領域派遣人才，有限農業區產業綠計劃、茶文化經濟創新，還有茶文化美學創新。這個計劃呢，就是因為這種多元的效益和多元的這個產品，所以讓我們在這個計劃裡面開創了這個所謂茶產業它更廣的路，而能夠有更多不同多元的人才，包括到行銷人才，包括茶產品的製作人才，包括怎樣去永續發展的這些人才等等，我們都看到在這個計劃裡面得到了它有相應的效益。先從茶入手，對，然後先從茶葉講現在的這個狀況，然後呢完了之後，然後而且我聽說這個廠長他的背景很特別，客家人，你不是也是客家人？一點點，一點點。要不要或者前面要不要來一段客家歌謠，清唱一段？然後呢，唱完這個客家歌謠之後，然後你們再喝這個茶，然後再把廠長帶出來。歡迎收看《茶廠》，帶你探索在地茶廠。一百計劃當中，為到做地用現代流行嘅新媒體方式嚟做社區同地方產業嘅推廣，好高嘅成本呢，就貼片指定攝影片，和高調嘅數位媒體嘅引導嚟做成果展現。影像電視的部分，我們可以變成 YouTuber， 就是用 YouTube 的方式，那也可以在串流平台當中，而且你 anytime anyway 你都可以看。那不像電視當中我們有時段之分嘛，那廣播一樣，那它必須是要存在於頻道當中。可是呢，如果我們把它變成了 podcast 的播客，那它就可以不用一定要在頻道裡面聽。對於很多年輕朋友來講的話，它可以利用這樣子的一種傳輸的方式，能夠對於宜蘭的這個茶葉以及這個產業會有更清楚的了解。唔過同傳統嘅電視同廣播嘅形式做節目嘅推廣冇共用，咁真嘅會達到用嘅效果呢？我們不敢說這個觸及率一定會贏過比較傳統的媒體，因為畢竟我們過去的課程是用傳統媒體來做鋪陳。但是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很全新的一個嘗試。像我認為教育部在希望我們來去做處理這個 USR， 也能夠開創一些不同的一些新的生機。所以這次我們大膽的去做了一些比較跟過去不同方式的一種嘗試方法。以前的方式就是報紙或者媒體的傳播，那現在新一代可能就像剛才宋老師跟學生們講一樣，我們可能是用 YouTube、Podcast， 甚至很多線上
现在年轻人就容易接触到的媒体平台而去做曝光。那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把宜兰茶的另外一种文化重新再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传递。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白。無論係數理影片還係演動，節目嘅編排同內容都係經做調整。同時線上面要求同學會行出陰陽旁同條形式，多看、多問、多熟悉資料。我覺得我們在教育，在做這方面來講，一直不斷的有推陳出新。我說不行，你要加外景的東西，你要加一些現場實地的採訪，然後再把棚內的做的東西在一起做一些混合，現場做了一些拍攝，還有一些宜蘭的廟宇的一些巡禮。我說這個都可以放在節目後面，有主持人再把這個宜蘭的一些其他的文化活動給它放進去。我說你這個節目是可以越做越新穎。因為做這個節目，我也去查了茶的歷史啊，它是怎麼從東方發跡，然後怎麼順着這個貿易的流動去來到西方，然後在西方大展光彩之後呢，又往回溯到東方開始普遍出來。這是一個果然就是人生很多時候都是有學習的機會。那這次就讓我學習到了一些我本來不太會去掌握到的知識。不過，此地來做新媒體嘅作品，按樣嘅經驗，對未來學生嘅熱情投入，會帶來用嘅嘅幫助呢。我就跟學生講，你們不管怎麼樣，你就先去做，然後做出來，你有你的作品，可能也許未來你在求職上面，這個也可以變成你在求職上面第一個幫助你。我們不敢講說學生一定能夠拿到某一個工作，但是能夠讓那個面試官他們認同你過去其實曾經做過這些東西。那我想問一下，就是假設以後這個餐車，我不知道這是發想，因為這個當然是可以能得下來。那這旁邊這個可以收嗎？這應該就是固定的話，還是可以收？是固定的。計劃動作媒體譬要求學生嘅，會用入閘嘅時球做產品打造韓國設計，包含嘅設計談茶同清潔用品也到。來來去去建做討論同修正過後，將要為亞客嘅成果展現。韓家發現呢度設計冇就係包裝好，沒有一道學生嘅新創意。他的需求可能是希望放在百貨公司可以更好的方便移動和方便收納，所以我這整個設計它的外觀首先是採取宜蘭漢人閩南建築的那些意象，然後轉換成現代寮車的概念，然後它下面可以看到它有茶區的等高線地圖，這就是為了表現出宜蘭東山的茶區地理文化。所以其實我們把一些重要概念給他們之後，他們可以轉譯成這樣，其實我還覺得還蠻驚豔、蠻厲害的。所以這對我來講，其實覺得說學生現在的創造能力非常的強。那也透過他們這一次，我們自己也看到一些不同的角度。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的環境的水土，然後跟永續的那部分做得很好，這個鳥類才會來。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想法，那我們就是把這樣的一個朱鸝鳥可以在地做一個代表說這個地方是一個永續環境，那我們就透過這樣的一個也是我們去做一個在地的田野調查之後，然後聽茶農說的，那我們就把它開發，然後運用這樣的一個故事，然後運用在包裝上面。USR 計劃同學校嘅理論同業界嘅實務經驗結合過後，對一啲學生嘅生涯嘅專業發展有會發揮用嘅嘅作用咯。所以，他即使是在地的學生，他未來希望是不是在這裡用這個模式來進行他自己的創業，或者是加入這裡我們在地產業的團隊去做這方面的這個職業發展。或者是說，他即使是外地的學生，他到了他的家鄉，他就會應用這種模式，把所謂家鄉特有的特殊性的產業，他怎樣去把它建構起來，由他自己來創業那這種的發展，我覺得對學生而言是非常大的助力。面對全球化發展到硬件，要加速一下少子化同高齡化嘅社會，大學會管理學校做教育工作，未面臨嘅轉型同考驗，不所突破傳統嘅教學，行出教研行業採替，
电竞业界累积经验，为喺未来国家国教都听出为主创嘅发展方向。